接班人困局，那是所有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共产党独裁者的共同的难题。那不只是毛泽东有这个难题，斯大林也有这个难题。那么，在领袖个人独裁的这种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接班过程往往就是多年来高层斗争、这个积怨交火的一个触发点。那么，这也是苏联模式的一个致命伤，或者说致命弱点。那讲到毛泽东，主持人讲的没有错，毛泽东是败在他的接班人手里的。他在死之前曾经反复的考量怎么样去调整中共未来权力核心的成员。那么其中有一个方案呢，毛泽东曾经想让他的老婆江青掌权，让他没有名分的一个小妾，就是张玉凤，来掌管人事，就是中共的组织部长。那么江青呢，把这个小妾张玉凤给他一个外号，叫做陪睡丫头。但是呢，最后毛泽东是不得不放弃这个方案，因为担心啊，这个他老婆这些人会被军方推翻，所以最后他只好拜托当时具有军队实际控制力的这个叶剑英，要叶剑英支持这个就是要在这个站在反对文革的军方高层和文革派势力当中。站在中间的这个华国锋，毛泽东决定让他接班，希望叶剑英保护他、支持他。那么华国锋实际上是毛泽东不得已在鉴于时势而选择的一个接班人，为的是平衡各派的势力。那么力求呢，他死后不要大翻盘。结果呢，还真的他死后就是大翻盘了。毛泽东就败在自己选的这个华国锋这个接班人手里头。那么华国锋不久又败在一批中共反对文革的元老手里头。那当时毛泽东死后不到1个月，他生前非常倚重的这个御林军总管还兼中南海大内的总管叫汪东兴，他就设法说动毛指定的这个接班人华国锋，要发动一场政变，要把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一手培养起来这个文革派。后来叫做四人帮，就包括毛的妻子江青、毛最信任的文官张春桥、毛一手提拔的这个上海工人造反派首领毛洪文等这几个人，然后把他们这几个人秘密拘押了。2年多以后呢，汪东兴、华国锋又被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党内的元老派又赶下台了。那华国锋保不住最高权力啊，根本原因是在于说他掌握不了军权。军权实际上一直在邓小平手里。那么再往前追溯，其实1953年斯大林突然病发死亡以后，苏共政治局的多数常委经过一番密谋和讨价还价呢，决定马上秘密逮捕斯大林生前最信任的克格勃头子贝利亚，而且立即枪决。那么由此可见，共产党国家这个专制独裁者死后啊，最高权力的交接。这个往往是伴随着腥风血雨的。那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往往还会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那么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常常会发生改变。比方讲，斯大林死后，接任苏共第1书记的赫鲁晓夫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在苏联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残暴和个人崇拜的批判。那毛泽东死后呢，邓小平、陈云也同样发动了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那有的共产党的专制独裁者过于自信，总以为说自己还有多年的寿命，因此没有在生前安排接班人。那么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但是也有独裁者呢，是自己对死后出现的这个接班危机啊，是了然于胸的。比方讲，列宁在他死前是梅毒病发作，生命走到头了。当时他曾经特地交代，将来不能够让斯大林一个人专权，要采取高层的制衡措施。那毛泽东在生前的最后几年也特别关注怎么样挑选安排接班人，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死后就要被接班人否定、批判。但是呢，列宁和毛泽东都没有如愿。斯大林呢是把列宁的这个制衡斯大林的人事安排铲除的一干二净，毛泽东呢是栽在自己指定的接班人手里头，然后又遭到当年下属的批判，
然后一生功业一半被否定掉了。那么为什么苏联模式会存在这种无可避免的接班危机呢？这是因为苏联模式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啊，是为领袖的个人专制服务的，所以领袖独裁往往是这种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那极权主义国家有2个主要的控制手段，一个就是秘密警察指挥下对全社会的这种政治监控，一个是党的宣传机器指挥下的全民洗脑机制。那这2个手段都指向领袖的个人独裁。那首先，他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是身居党内高干的这个地位，也仍然会被随时监控。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都是这样，只有最高统治者本人，比如斯大林和毛泽东，才免受监控。因为整个政治监控机器呢，是由最高统治者个人操纵掌握的，如果他做不到这点，就会被他同事干掉。那么谁彻底控制住政治监控网络，谁就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就是，他为了对全民实现有效的洗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领袖鼓吹个人崇拜。因为一旦民众接受并且习惯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人们的思维就会自发地靠拢宣传机器的主旋律，人也变得越来越愚笨。那么这时候当局的思想控制就很容易了。所以他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政治宣传运动，掌握政治监控机器的最高统治者本人就受到万民拥戴，成了专制独裁者。那么由于专制独裁者活着的时候，他绝不可能放弃对全党全国的政治监控，否则他的下属就有可能有机会推翻他。那么个人崇拜呢，又不能够从一个活着的专制独裁者身上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除非像北朝鲜那样把个人崇拜转移到儿子身上，所以专制独裁者几乎都是终身制。但是专制独裁者总是要死亡的，他们的死亡造成了在长期的领袖专制独裁下形成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的这种最高权威的一部分真空。那新的接班人虽然可能接过政治监控机器的指挥权，但是不见得能有效指挥过去只听命于前独裁者的这家监控机器。同时对新上台的接班人来讲，立刻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往往又会面对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满了。那么更危险的是，死去这个独裁者他原来信任那些僚属当中，他们很多人手中还掌握各种各样的权利，而且也掌握着可以让新领袖和政治局新成员感到致命的秘密或者把柄。那搞得不好，高层的政变就会发生。这个就是共产党国家接班危机的根源。我以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为例。那么毛泽东生前呢，他的那个大内总管叫汪东兴，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是因为替毛泽东寻找安排很多的性伴侣，而和毛的妻子江青结下了深怨。那毛泽东死后呢，汪东兴是担心江青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对汪东兴不利的把柄，剥夺他汪东兴的权位，所以他就说服华国锋和去逮捕江青等人。当时汪东兴讲过一句话，暴露出当时高层潜在的危机，就是毛死后，汪东兴说过，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华国锋如果虽然是毛指定的接班人，如果他不同意抓捕江青这些人，那汪东兴就可能动用中南海的警卫部队，连华国锋一起抓。那华国锋也感受到呢，江青等人想要更多的政治权力，对自己构成一种威胁，所以他同意了汪东兴的密谋。但是当时汪东兴其实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的行动必须得到住在北京西山中央军委战备指挥中心那个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默许，否则的话就可能发生汪东兴指挥的中南海警卫部队和叶剑英指挥的野战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以汪东兴呢，他自己没有办法去问叶剑英，所以他只能靠华国锋去试探叶剑英的企图。那么与此同时，叶剑英虽然赞同汪东兴、华国锋的密谋，但他也想知道汪东兴、华国锋得手之后对自己会怎么样，他的地位和权力会不会动摇。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秘密碰头以后呢，叶剑英确认说，抓了四人帮之后，
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将由华国锋、汪东兴和自己组成，于是他就明确支持了汪东兴和华国锋的密谋。那么就这样，1976年的10月6号，中共那场高层政变就策划完成。那么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一致同意开展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宣传，以便来巩固他们的权力地位。但是这场新的造神运动遭到了陈云、邓小平党还有其他党内元老的强烈抵制。最后呢，华国锋虽然是毛泽东安排的代理接班人，又发动了背叛毛泽东意图的政变，迎合了被毛冷落那些党内元老的政治需要，但最后还是败在这些党内元老手里头。那么陈云、邓小平这些党内元老是先打击汪东兴，再批判华国锋，最后迫使汪东兴、华国锋辞职下台。那么在这个例子里，我想强调一点呢，是说专制独裁者的个人权威啊，通常是很难顺利传递到钦定的接班人身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从专制独裁者的僚属当中脱颖而出的新领袖，往往不能够立刻成为新的专制独裁者。而接替新死去的专制独裁者的通常呢是由所谓的与高层元老组成的集体领导。那么斯大林死后的苏共领导层是这样，毛泽东死后的中共领导层也是这样。而且呢，这个新的集体领导里头没有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也没有靠个人崇拜制造出来的某个领袖的个人的所谓崇高威望。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集体领导必须要寻求一种与专制独裁者权力的合法性不同的新的合法性。那么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迎合民意，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很关心说，能不能习近平就退下来，然后中共又有新的集体领导，那么也许政策就会调整，中共就不那么咄咄逼人了。